难道又和嘉诚在一起？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上次我来试婚纱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跟我一起来的，你还记得吧？哦，我记得那个女孩。我好像还让你给她拍照片了，对吧？哦，对，你要是吗？哦，我给你去拿不用不用不用，你就用这个女孩的照片帮我合成婚纱照吧。用这个女孩的脸。对。小静，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小静，我以为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到底怎么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人很快就要结婚了，他就能把触角伸向易总。可我没有想到，他什么都想要。他得不到的，也不让别人幸福吗？嘉诚，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再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够踏实啊？小静，你能不能不要在一件事情上一直在闹情绪？燕斐今天跟我说了，我们两个有可能是婚前恐惧症。可我真的在想，我们两个是不是应该静下来想一想，想想这到底是不是我们两个想要的未来？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着你好像后悔了呢？我问你，我如果大学毕业，没有宋教授直接给我推荐到城建院，而是自己做了一个小作坊去做设计工作，生活窘迫，可能要3年、5年，甚至很多年以后才能被勉强的称作一个设计师。那么我们未来好了，你别说了，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假设。我不可能不是宋凯之的女儿，你更不可能不是我的未婚夫。现在我们家的机会、条件、关系都有了，你就当成是你的，直接拿去用就是了。你不要听高彦斐瞎说，他那创的什么业啊？他要是没关系，他创个屁啊！他背后也是有人支持他的。你跟他不一样，你爸妈在清理，你们在设计圈没有关系，所以你现在就应该踏踏实实在我爸那儿，这才是你唯一也是最好的出路。小姐，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我离开你，我什么也不是？这不是觉不觉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正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这种靠男人上位的女人太可怕了。叶嘉诚，你必须离他远一点。请。这就是英国来的设计师。哦。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啊 ，OK。
师长，董事长，为了这个格兰城的项目，说句老实话，我真的是操碎了心，整夜的睡不好觉。所以呢，我特意跑到了英国，请到了业界的大师查尔斯先生，来为我们这个项目出谋划策。开始了没有？好了，接下来呢，就请2位设计师分别的来阐述一下你们的理念。在座的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城市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叶嘉诚。我的设计理念是极简环保的邻居，第2个家。大家可以通过 PPT 看到，我对中央配套的一个设计是硬成一个椭圆体，总共6层，地下2层，地上4层，顶层会有阳光玻璃顶。整个中央配套设计应该有3个出入口，每一个出入口都会有玻璃长廊联合组成，其中一个入口向内延伸30米，则可直通小区中央内部。中庭的亮点是一个玻璃旋转楼梯，它由藤蔓盘绕，在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阳光直接打入楼梯间，藤蔓可以随着楼梯一起盘旋向上生长，它可以越爬越高。效果怎么样？这样给小区带来了循环的生命力。同时，彩虹管道作为这个中央配套的一个外部设计，也将成为非常经典的地标性设计。我相信有很多的业主会跟他的朋友们说，我在彩虹路边等你。而且这些和留白的玻璃外观设计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还没有什么反应啊？那你觉得呢？我觉得很牛掰啊！公司送我套格兰城的房子吧。那就好。我相信，作为第2个家，实用性和舒适性则是我的优先考虑。可是我喜欢没用啊，专家和股东们喜欢才行啊。谢谢大家。好。Cheers。Thank you. It's fantastic. Thank you. I love it. It's your turn. Thank you. Thank you. Dear respected, my name is Charles Bean.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and introduce to all of you my concept design. My concept design is about the London... 查尔斯的怎么样？就是一个带有英式古典风格的小城堡，没啥意思。那你觉得我们有优势吗？ Like I've mentioned before, they are all different styles with different concepts. 比叶嘉诚的要显眼一些，因为最高处有6层，是瘦高型的，有点大笨钟的样子。易总怎么看？ As you guys can see, like I've mentioned before, they're all different styles with different concepts, and I believe you will like them all. 我哪知道啊？他面无表情， 听起来很认真。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It is unique and special.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你们怎么看呢？各有千秋吧，还是由专家说说吧。我个人比较喜欢第1个叶设计的方案。这样吧，要不然咱们就别磨叽了，咱们就直接打分，10分制，请3位专家给出2组数字，咱们取一个中间的平均值，怎么样？好。好，那我们就来按照
青东所说的，请专家给出2个作品的相应分数。你看看，不小不中。请亮出夜设计的分数。请亮出查尔斯的分数。哎呀，还是查尔斯技高一筹啊！确实，也没差多少。英国来的就是不一样啊。这个结果呢，我赞成。第一个设计呢，我觉得太简单了。败了。当然了。它也有它的亮点，但是以这种人文和环保为考虑的，这无形中呢流失了咱们这个项目所需要的华丽呀。我就听说澳门那边正在建一个什么威尼斯人，哎，咱们可以建一个小伦敦人嘛，挺好啊。这人啊一看就记住了。再说了，这格兰城啊就是个标准的住宅，业主们呢也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你跟他们说环保、生态循环，以及这个极简主义什么的，他们懂个屁呀！不好意思，在座的各位前辈，我想说2句。这一次，我首先要感谢易茂集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去挑战学习。其实商业领域的设计，我接触的并不多，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受益匪浅。刚刚这位前辈所说，工薪老百姓不在乎生态以及环保，这一点我非常不认同。我认为生态环保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普及，不应该有偏见。纯钢筋和水泥的建筑，它没有生命力，就是再普通的住宅，它也是一个家。伦敦虽奢华，但它毕竟是意象。你说的这些没用，你就是个设计师，也一样，不懂市场，不懂生意。别扯那些没用的理想，哎，你的设计就明显比查尔斯设计的工期要长啊！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去解决这个危机的基础上，再来吸引别人的眼球啊！什么意象不意象的，只要新鲜漂亮就可以了嘛。裴总，你觉得呢？我相信3位专家给出的结果。舅舅不远万里的把查尔斯从英国请过来，为了我们这个项目，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易总也没反对。喂，宋教授。我下午就赶回去了。您都知道了。我没事，那我下午去找您吧。拜拜。嘉诚，你不要在意啊，这个会议一点都不公平。你上去吧。我陪你待会儿，我就上去。我没事的，你走吧。那好，我不吵你。不过你真的不要往心里去。虽然我知道你对待你自己作品的评价很在意，但刚才在会议室的那些人根本就是一些生意人，他们不能代表所有人的。他们不用代表所有人，他们代表他们自己的意见，我的作品就不会被采纳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照片？我不知道，我还想问你呢。我根本不知道这照片是什么。这照片什么意思呢？这
这照片不是你弄的？当然不是。我知道了。上去吧，我走了。易总，咱们就这么轻松的让易新东占上风了？这董事长还把赵总给请过来了，这是为什么呀？这不明摆着让他看你笑话吗？这会不会跟赵小姐的事情有关系啊？哎，这不是让易新东一箭双雕了吗？他巴不得破坏你跟赵家的关系。我就是要让他得逞。什么意思啊？他露出的尾巴越多，外公看得就越清楚。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你说，这易秦东到底知道多少关于赵小姐的事情啊？这就不好说了。易总，我想跟你谈谈。师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那你为什么还要纵容这样的不公平发生呢？谁呀？叶嘉诚啊？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件事情根本不是在设计上出现问题，而是你们这些大老板根本就理解不了作为一个设计师的心血，还有他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精力和时间，包括激情。我们这种大老板，我真没想到，你也是不在乎的。师姐，这我们跟设计院合作是有正规合同的。他工作，我们付酬劳，咱们又不是没给钱，你替他着什么急啊？这不是钱的问题。OK， 这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设计的问题，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为什么要在乎呢？我们这种大老板，为什么要在乎一个建筑师的挫败感？师姐，如果你再因为情感，或者说，因为你的冲动影响到了工作的话，即便是赵文文给你说情，对不起，他包做人。来，干一个，来干。来，小叶，我单敬你一杯。来，小叶，喝一个啊！小叶真是海量啊，好酒量啊！孙院长，来，哎，我敬你一个，来，加上我，孙院长，来，干！宋院长对小叶这么喜欢，夸他没边儿了。你没听说吗？啊，小叶是宋院长的准女婿，城建院未来的接班人。说是设计部优秀青年设计师，好听吧？哦，这样啊，我说呢，看来这个小叶啊并不简单。宋院长对他的女儿那是没话说的，先搞定他女儿，然后呢搞定宋院长，这样呢就可以背靠大树，平步青云呢。听说他格兰城方案没通过的事儿，也让宋院长给压下来了。哦，看来这小子也没啥本事，徒有虚名，只会抱大腿。他抱谁的大腿呢？宋院长的女儿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儿，便宜都让他给占尽了。明白了。哎，嘉诚，你怎么出来了？是不是来接我的？我不想进去了。怎么了？结束了？没有，宋教授还在里面。你进去吧。嘉诚，我知道你在艺贸输了很不开心，不过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别太在意嘛。那你觉得什么才是大事？里面的饭局对你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这关乎你未来的发展。好了，我们进去了，别让叔叔他们等太久。走。别想了，嘉诚，有得必有失。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
刚好你可以跟我踏踏实实准备英国的设计大赛。再说了，院里的设计项目那么多，你想做哪个，我让爸爸推荐你做不就好了？不就输了一个配套建筑的设计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出去透透气，你先进去吧。哎，嘉诚。谁？赵小姐你好。易总派我来取点东西，我可以进来吗？谢谢。取什么？啊？原来他不想让我喝酒啊！你回去告诉他，我喝多少酒跟他没关系。不是，再说了，你们把这些酒全部都拿走，我自己不能买啊！幼稚。赵小姐，你别激动嘛。我觉得你说的话都对，不过呢，你刚才说的，我觉得你最好给易总亲自打电话说清楚。哦，对了，易总让我给你带一句话，他说让赵文文尽快解决所有的事情，因为已经有人知道了。不可能，除非石简说出去。赵小姐，你已经被人跟踪了，易总很担心，你得收敛点。他要是担心我，早就自己来看我了。易总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再说了，易总能让我来干这样的事情，以他的性格，这种关系已经很明显了吧？没什么事，我先走了。等会儿，你回去告诉易培，你叫他不要担心，很快我就会解决所有的事情。OK， 拜拜。原来二位都认识啊！啊，都是常客。吃好了，我送你们水果啊，慢慢吃，有需要叫我啊。谢谢老板。好。那张合成的婚纱照，不是我。我知道。还有今天衣帽的那个结果，也不是你。我也知道。我知道应该是我的台词，你怎么知道才应该是你的台词？快趁热吃吧。你宁愿是因为设计的不够好而失败，对吗？对啊，不够好或是不对，我可以不断的去修改或去完善它。我觉得你只是想做一个单纯的建筑师。但就现在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恐怕不行。其实不难。你不了解情况。
我不了解不重要，但是比起你的理想和你想成为的人，那些更重要，不是吗？我看过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那些你自己写的内容还记得吗？过去这么久了，你最初的理念，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相信我。马上到了，不要睁开眼睛哦。还没到啊？到了，准备放手了。嗯。3、2、1。哇！怎么样？这是……那我是我工作室的运营总监。恭喜你，嘉诚，终于达成了愿望。现在不是还有你吗？是我们2个人的愿望。只要你不放弃。你的意思是一户一户的去找那些业主们投票？对啊，因为我相信业主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眼光，而且你的设计都是在真正为他们考虑，所以我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的判断力。可是业主们有1000多户，我们这样一户一户的去找他们，会不会太不现实？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现实呢？再说1000户算什么？就算是1万户也得去试一下。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耐心，没有什么是做不来的，辛苦一点不算什么。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愿意去为你尝试。而且我对你的设计非常有信心。你该不会是不敢接受业主的考验吧？你不必故意激我，你知道的，我为了设计可以做出任何事情。疯狂起来，比你要疯狂。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样子非常像未来的叶嘉诚哦。未来？那是我跟未来的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时间的秘密。我知道，你对这次比赛的结果一直耿耿于怀，可你真的不必特意为我做这些的。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的设计和你的作品。因为如果真正的好作品、认真的想法被白白浪费掉，那才是最令人失望的事。好，我去准备一下。嗯。昨晚在嘉兴小吃铺，是我认识嘉诚以来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失落、那么沮丧的样子。没有想到嘉诚也有这么无助、迷茫的时候。我很希望我能够给到他一点鼓励，一点支持，早日变回我熟悉的那个嘉诚。喂，你好，刘先生，我是格兰城项目的负责人，我们想针对格兰城的配套设计方案，来征求一下您的意见和想法，所以请您给我一个邮箱地址，我们把设计方案发给您。好，谢谢，再见。我把格兰城小区的设计报告做了一个简约的 PPT， 这样让业主们能更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已经约好了一些业主的时间，我现在打算去见他们。我跟你一起。可是你设计院今天不用上班吗？还是不要耽误你工作了。放心吧，我已经请好假了，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但这可不是1、2天的事儿哦，你请这么久的假，对你会不会影响不好？我从上班第1天开始到现在，1天病假没有请过，放任这么多病假不用，什么时候用啊？别可视了，走吧。这就是我们中央配套项目设施的一个设计案，如果您同意的话，请在这边打勾。谢谢。谁啊？你们是？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想请您对格兰城中央配套项目设施的。你好，请问能做个调查吗？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没时间。
来了，今天2位一起来的。是啊。想吃点什么？醉鸡、小笼包。蛋花蔬菜粥。哎呦，这不知道的还真以为2位是一对儿呢，连吃的都那么一致啊！稍等啊。对了，我们现在总共收到600多封邮件，400多封是那些业主当面投票的，还有100多封是没有投票的。现在我看了一下，所有的投票呢是683票比321票，所以你比查尔斯整整高出了362票，完胜。我还以为可以全局压倒性的通过呢。你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喜好的嘛，坚持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查尔斯这边呢，我明天还会再去找他们谈一谈，说不定听完阐述之后，他们会改变意见也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兵分2路，你呢继续按照原计划去找业主，我呢就去攻克对方的阵营。你还说我贪心啊？你现在看看你自己。我是想锁定胜局嘛。来了，小笼包来了。谢谢你啊。慢吃啊。谢谢。麻烦了。我感觉这小笼包要是再晚来一点啊，我连这个都能吃下去。未来，我与嘉诚的婚姻中，我一直是那个被保护的人，从来没有替他烦恼过任何事。现在能够跟他一起并肩奋战，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体验。能够为他分担，哪怕一点点的烦恼与忧愁，我都很满足。我越来越有信心，嘉诚或许可以第2次爱上我。海上钢琴师。你还知道这部片子呢？当然了，你忘了吗？是你大学，是你母校，我们大学里面的电影院放过呀。学校还放过这么经典的片子啊？你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放过吗？记得是我大3的时候放过，好爱这部片子，而且音乐也特别好听。我还记得，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特别感动。为什么每次都要看这么感人的片子？看完之后，今天晚上又要失眠了。这么好的片子，不看多遗憾啊！失眠也知道。男主角为什么不下船去追他喜欢的女孩呢？你想想，他自出生到他长大，他就一直在这艘游轮上，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些才是他最熟悉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啊，音乐才是他的最爱。只要有音乐，他就有快乐。就好像建筑给你带来的快乐一样，是吗？那你会为了你的梦想和建筑放弃我吗？这怎么可以比啊？再说了，你也是我的梦想。放弃你就等于放弃了梦想。I love you， 老公。我也爱你。我也特别喜欢这部片子，这段《Pin in Love》是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段音乐。你知道吗？本来那个男主角在漫无目的的一通乱弹，可是突然在甲板上出现了一个姑娘，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是在往里面相望，还是在照镜子。可是当男主角看到她那一刻起，混乱的音乐戛然而止，不知不觉中，这段春心萌动的音乐就被他即兴的弹了出来。你还记得吗？
我们终于做到了这些原本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用不用我的设计我已经无所谓了，有这么多人都能够支持我的想法，我很开心。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剩下的就交给命运吧。感谢命运和时间的安排，让我和嘉诚有了这么一段亲密无间、同心协力的时光。虽然他可能无法走向我熟悉的那个未来，但现在的我已充满感恩。易总，这是什么？这是关于格兰城配套设计的调查。这件事不已经过去了吗？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啊？最近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总是找不着你人呢？张凯跟我说，你们家里出了事，你要请假，是阿姨身体上……对不起，易总，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我向您撒了谎。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怪张凯，因为是我要求他帮我瞒着你的。为什么要说谎呢？你听我把话说完，等我说完之后，您看看再怎么处置，我都听您的安排。你说。易总，这些文件夹都是针对格兰城一期1207户用户对待格兰城配套设施方案进行的投票结果。其中叶嘉诚呢是获得了835票，查尔斯他获得了372票，所以叶嘉诚比查尔斯整整高出了400多票。这些调查都是真实有效的，我都全部认真核查过。所以我觉得易总在格兰城的配套设施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去听取专家的意见，会有失公允。毕竟格兰城的业主他们才是真正的使用者，所以他们的意见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不是吗？虽然这个结果未必能影响最终的决策，但起码我们向业主传递了易贸是尊重业主的，而且是会为了业主切身利益去考虑。当然，这无形中也是为公司做了一次有价值的宣传。所以这些就是我最近做的所有的事情，也是我请假的全部原因。说完了。那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为什么不来请示我呢？好，我来替你回答。你担心我会因为赵文文的事情对于易勤东妥协，你担心我会阻止你做这件事情。那好，我就想问你了，你做这件事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如果我在你心里头只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你还指望我有什么作为呢？我除了把所有的事情向您汇报之外，我也别无选择。但利益之间，我相信易总一定会有明智的选择。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我很有可能开除你？知道。哦。你对叶嘉诚果然是很关心，可是他马上就要和宋小晶结婚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但我做这些从来不是为了让叶嘉诚感激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他来回报我。所以，无论他结不结婚，不管怎样，我都会这么去做。你出去吧。可是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果。
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今天来到格兰城，和我们一起参与格兰城中央配套设施的启动仪式。关于这次设计，我们易贸是用心的，我们聘请了多位设计师一起出谋划策。尤其是我们易钦东易总，那真的是煞费苦心呐。他所聘请的设计师所带来的设计，那是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而且还交代给我一个特别的任务，让我给这个项目取一个好名字。大家告诉我，什么叫做好名字呢？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心里头一直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待会儿能否达到易总的期许。现在，大家和我一起，有请易钦东易总上台，和我一起揭晓今天的主角。它就是阿尔法中心。阿尔法这个希腊字母，在数学当中的含义是未知数。它就像是一本优秀的推理小说，大家对它充满了好奇和猜测，可是到最终无法猜中它的结局。易总，您对我起的这个名字是否满意呢？易总今天带来的阿尔法中心有3项革命：建筑设计的革命、人居互动体验的革命、设计方案最终评审机制的革命。尤其是这第3项革命，那可以说在中国地产界是前无古人的。阿尔法中心最终的设计是由2套方案选择出来的，其中一套来自英国的设计师查尔斯，另外一套来自中国的设计师叶嘉诚。本着对每一位业主负责的态度，易钦东易总开创性的将最终评审权给了谁呢？给了格兰城1期1207户的业主。最终，中国的设计师叶嘉诚以835票的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而且我们易钦东易总得到了每一位业主的高度认可。每一个格兰城的业主不仅仅是格兰城的使用者，更是格兰城的设计者，大家一起共同创造了美好家园。这让记者才放心。是。下面有请我们的记者朋友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哎，易总，请问这个评选机制是您选出来的吗？是啊，易总，说一下吧。易总，您还有什么想对格兰城业主说的吗？是啊，说一下吧，易总。说两句吧，好，易总，哎。易总，今天实在是太感谢你了，你真的太给力了，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您竟然会先斩后奏，真的谢谢易总的帮忙，我以为你都已经放弃了。我很想知道，我在你心里边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真的以为我会对你们的努力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你觉得我会容忍那样的设计出现在格兰城吗？难道我只知道利益二字？之前是我误会您了，我要向您道歉。怎么道歉？除了对不起，还能怎么道歉？这么廉价的歉意，我不接受。那我应该怎么做呢？还没想好，先欠着吧。道歉还能打欠条？在商场当中，宁愿欠别人钱，不要欠别人人情。而我这个人做事情就特别喜欢别人欠着我的人情。记住，今天你已经欠了我一个人情，将来可能会越欠越多，你还不起。我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好，我都会记住。哦。还有事情吗？易总，我知道您今天跟我说这些，是为了要教会我，让我学会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懂得方式方法，所以我现在知道了。还有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认为你是那样的人，从来都没有。我要说的说完了，谢谢易总帮忙。易佩，你跟我玩这手是吧？这话从何说起啊？今天您太风光了，我给您邀请来最好的记者、最好的摄影师、最好的宣传。明天地产财经新闻，您一定上头条，应该高兴才对啊！你跟我玩阴的，啊？狸猫换太子。我告诉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毁你分分钟的事情。您说的是文文的事儿吧？照片拍得不错，这事儿舅舅您不应该操心，我会找时间跟外公他老人家说。不过您得搞清楚，是谁最期待易家和赵家联姻成功的？您心里得有个数。我能让你顺利结婚，也能让你这个婚结不成，你信不信？吴木子3岁的时候，跟他母亲吴以欣移居到伦敦。现在这孩子就读于沃顿小学1年级，钢琴弹得不错，数学成绩不太好，平均成绩B减。舅舅，这孩子的数学是不是随了您啊？你他妈查我！你关心我，那我也得好好关心关心你。不过舅舅，这孩子太小，他需要父爱和一个健全的家庭，你就这么把人家母子扔到英国，于心何忍呢？家常，祝贺你，耶！不是祝贺我，是祝贺我们。如果没有你的坚持，这个作品根本不可能问世。从嘉诚嘴中听到“我们”2个字，我心里甜蜜极了，好想时间就此凝固在这1秒钟。干杯！不要变。耶！喂。喂，是石姐吗？哦，我是石姐，请问你哪位？管好你自己的事，别多管闲事，否则小心你的安全。怎么了？谁啊？
不知道。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他让我别多管闲事，要不然小心自己的安全。走吧，我们现在去报警。不要去报警了，说不定人家只是恶作剧呢。你觉得这是恶作剧？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啊？别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说不定他们只是吓唬吓唬我，也不会对我怎么样。我只是个小人物而已嘛。不是，你说他们到底是谁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有可能是想阻挠你设计方案的那一拨人。你的意思是？我也想不出来第二个人了。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喂，张凯。喂，师姐，你让我查的那个车牌我已经查到了。车主姓吴，叫吴玉新。所以这车跟易清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关系大着呢。这个吴雨欣以前是易钦东的秘书，不过现在离职不干了。我觉得他俩关系肯定不简单。你的意思是？哎呦，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一个月薪5、6千的秘书，能那么轻松开上豪车吗？所以这台车是易清东给他买的？肯定是他买的。不过你查这车干什么呀？我现在还不太确定，等我确定之后告诉你。先这样，拜拜。喂，是我，李亨利。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聊赵文文的事。江主任，知道您跟嫂子常吃海鲜，所以没点，特意准备了一些山珍野味，来，您尝尝。哎呦，易总有心了。江主任，哎呀，我只是呢带夫人出来走一走，没想到易总这么客气。搞得我这边有点过意不去啊！啊，是。您跟嫂子到这儿来，本来我们就应该尽地主之谊，大家都是朋友嘛。再说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您帮我介绍一下青林的情况，毕竟您轻车熟路。放心，好说，好说。嘉诚，这个是我帮你定制的西装，我之前还担心啊，下周我们拍婚纱照赶不上，还好做出来了。你穿上一定特别帅，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得到。小静，婚纱照能不能先不拍？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这个摄影师很难约的？我好不容易才约的，我们绝对不能改时间，任何事情都没有我们拍婚纱照重要，好吗？我不是改时间。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想我们两个都静一静，让我们想好了再做决定。你还要想什么呀？
嘉诚，你不会是不想结婚了吧？小静，你就不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有问题吗？我们有什么问题啊？好，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可是现在格兰城的项目不是都回到你手上了吗？你还担心什么呢？这些跟工作无关。那跟什么有关啊，嘉诚？李亨利上的那辆车就是易清东的车，他约我见面，我会当面问个清楚。李亨利，李亨利，李亨利。叶嘉诚，你能不能把话先跟我说清楚？你稍微等我一下。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果然又是这个石姐，你明明知道她心术不正，就是来破坏我们关系的，你为什么要跟她不清不楚的？小静，照片那件事情不是她弄的。不是她弄的，谁弄的？我弄的吗？我以为说是你弄的呀，我就是觉得这些不是她能做出来的事儿。叶嘉诚，你到底是相信他还是相信我？我问你，你是不是因为石简才不结婚的？这跟石简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我们俩之前好好的，自从他出现之后，我们俩就天天吵架。如果不是他，我们俩早结婚了。好了，你把手机给我。我不给。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这手机你绝对别想要。宋小静。别躲了，出来吧。喂，易总，易总，你听得见吗？快来救我！你在哪儿？我在之前去过的那个剧场。你先别慌，我马上过来。江哥，临时遇到点事儿，我得赶紧去处理一下。改天我再给您和嫂子请罪。出来呀！别躲了，这儿你是出不去的。
躲哪儿都没用。救我！魔力剧场，快！哎，你去哪儿？我不准你走。小静，时间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回来再跟你解释。你不用骗我，我不相信你，你哪儿都不能去。你让开，我求你了！我不让开！你让开！好，叶嘉诚，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你今天从这个门走了，你就再也别想回来。我和时间，你必须选一个。别躲了，我都看见你了。干嘛急刹车呀？怎么回事？怎么开车？下车，下车！会不会开车？你看你怎么开的车？你自己看，开大气了不起啊！要不是你自动巡航，完蛋还捎带着我。什么人呢？这是。开车别开，让我们追回来。朋友，对不起，这里有我秘书的电话，有什么事情你给他打电话。你要是走了，到时候不承认怎么办？对啊，我们还是报警处理吧。报警吧。我这儿有张卡，没有密码，需要多少钱你自己说。有钱就是横。对不起，今天走不了。这样，我找人过来处理这事。出来吧。你们要干嘛？之前警告过你，可你偏偏敬酒不吃吃罚酒，非要多管闲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挡了别人的道，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你们到底要干嘛？对不起了，啊！不要！志杰，志杰，嘉诚，我在这儿，嘉诚。志杰，我在这儿，嘉诚。时间，
旋之后，心疼你哭，谁能听出你眼里无声的荒芜？黑夜孤独，谁来保护？怕你整夜醒着无助。好点了吗？让我再做1分钟，要不然现在上去，我妈一定会一眼看穿的。我不能让她看出来。要不我陪你一起上去吧？你要是上去，她会更多心的。没事的，我自己上去就好。好吧，那你上去以后给我发个短信，我好放心。嗯。谢谢。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校长，喂，易总，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时间怎么样了？他没事，他只是受到了一点皮外伤，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差点从2楼掉下来，还好我跑过去及时接到了他。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约他见面的是李亨利，可是这个人一直都没有出现。易总，依我估计，整件事情和李亨利、还有赵小姐，甚至还有易清东都脱不了干系。其实这件事情不应该我来管。你不用说了，我会处理好的。谢谢你。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喂，易总。张凯，我让你办的事儿，你是怎么办的？时间差点没了命。你什么呀？我不想听你解释。同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第2次。还有，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给我盯住那个李亨利。先生，不好意思，您不能进。你出来一下。什么事啊？没看见我正忙着吗？要不然我在这儿跟你聊。没事儿，你们先吃着啊。好。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当着我一帮朋友的面，拉个脸给谁看？易金东，你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太过分？什么意思啊？你不要一味的总是挑战我的底线。你在说什么呢？有什么事儿啊，冲我来。你再敢动石姐，你试试。石姐，石姐是谁啊？哦，我想起来了，
石简是你的秘书是吧？怎么了？他出什么事儿了？你别告诉我，今天的事情你不知道。你对一个女孩子下手，太卑鄙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易佩。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喜欢上石简了？啊？这是你和我之间的争斗，不要牵扯任何人，否则你别怪我。你威胁我？臭小子，不要以为你现在得势了。我让你3分，你在我面前就可以耀武扬威。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啊？跟你舅舅我斗，你还嫩了点儿。你说你招惹我干嘛？我曾经真的天真的以为，你跟我之间可以和平相处，至少在外公面前，多少会给他老人家留点颜面。可是从今往后，这个想法会从我脑子里抹去。我不会再给你留情面，好自为之吧。小晶，你怎么还在？我在这里想了你一晚上说的话，我就是想等等看，看你到底会不会回来。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夏成，我知道你今天一定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才会离开的。我当时太生气了，没有仔细听你说，是我不对。没关系，我可以当做你白天说的话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可以原谅你。我们俩从头开始，好吗？小静，这不是一个谁原谅谁的问题。我们不能再继续这么下去了。我们两个之间早就有问题了，不是吗？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在别人眼里我们是天生一对，羡慕还来不及，怎么到你这里突然都变成了问题了呢？就不觉得我们两个越来越陌生了吗？之前也是因为这样的小事，我3番5次的忍你。可是我最近真的觉得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结婚照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不想再这么折腾下去了。你知道吗？我特别怀念我们两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可以一起上课，一起讨论研究设计方案，会彼此争执，为了说服对方的设计，这种努力的感觉太棒了。可是随着我们毕业之后进入了设计院，我们这种相互奋斗、相互扶持的时候越来越少。最后，你完全对设计失去了兴趣。你曾经告诉我，你说婚后你想做一个全职太太。小晴，这一切都离我们一开始的预想真的差得太远了。你做这些决定的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一个人规划了我们2个人的未来，
我的选择甚至从来都没有进入过你的考虑范围之内。你记得吗？那天晚上在街边，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了你，我就什么都不是了？你当时没有正面的回答我，可我知道你心里面就是那么想的。直到那一天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面就是那样的一个形象。你知道吗？别人怎么说我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不了解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我未来的另一半，你应该是最了解我的人。可恰恰在你心里面，我变成了一个需要女朋友、需要岳父去扶持、去走关、去走后门的一个没有骨气的人。这在别人眼中，这是梦寐以求的。可我不一样，宋小青，我不需要这些所谓的便利，这些已经变成了我的心理负担。我希望别人认可我，是因为我的努力，是因为我的设计，不是因为我的背景和我的关系。让我过上这样的生活，跟我死了没有任何区别。叶嘉诚，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小青，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两个对未来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我们压根儿就不是一类人。说到底，你就是不爱我了。我们分手吧。分手？你竟然敢跟我说分手？再这么下去，我们彼此只会给对方增加更多的伤害。够了，叶嘉诚，你不要再为你自己找借口了。石姐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哪儿都没有问题；她出现之后，我们哪儿都是问题。你根本就是移情别恋，你根本就是爱上石姐了。这就是我们两个彼此之间的问题，你到今天都还不明白。好，我不明白，他明白。我不懂你，他懂你。我们两个人之间有问题，你跟他没有问题。那你们两个人就好好一起过下去。我知道你能听得到，小笼包，该听听音乐，活动活动。让你多管闲事。喂，不好意思，有没有吵醒你睡觉？没有，还没睡呢。你也睡不着吗？不是，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是还在想白天的事吗？我刚刚从噩梦中惊醒过来，
然后就有点不太敢睡了。梦见什么了？我梦到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梦到10年后发生的事情。你还梦到10年后发生的事情了？都发生什么了？我梦到我们俩坐在一班飞往南美的飞机上，然后途中飞机遇到气流，然后飞机就急速。师姐，我知道，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或多或少的可能给你留下了点心理阴影。可你不能让这个阴影的面积扩散。你要想，你现在不仅安然无恙，而且你未来也不会有事的。你就是太紧张了。我知道。哎，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多点东西，啊，保证你很快就能睡着，特别有意思。设计主体思想，作为城市广场，首先要有集体集会功能，其次要有一定的观赏性和休闲性，要体现广博精深的历史文化特色，还要有恢宏的时代气息。这是什么呀？我自己发明的一个，社会建筑家的催眠文啊。只要听10分钟，绝对进入梦乡。不信你再闭上眼睛试试。真是服了你了。那我继续读了。热切期望业主对设计。这样的睡前电话，真是又陌生又熟悉。以前嘉诚出差的每个晚上，我们都是这样煲着电话粥，谁都不愿意先挂断。最后，总是看谁先撑不住了，在电话那头先睡去。设计本体。时间。时间。我不知是如何爱上你，也不知何时或何地。我的爱之间没有复杂，也并不骄傲。我爱你，因为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时间。我不知是如何爱上你，也不知何时或何地。我的爱之间没有复杂，也并不骄傲。我爱你。你看，现在距离你迟到还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我就是舒马赫上身。我也不一定能保证你准时到达。可是如果……行了，上车。易总。哦，没事儿，易总，只是一点轻微的擦伤而已。昨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易总，我知道昨天您在陪青林来的重要客人，实在对不起，我不应该在那个时候给您打电话。有没有耽误到您谈重要的事情？从现在开始，
赵文文的事情你不用再管了。李亨利那边你也不要再有任何联系。如果让我知道，你不用再在医贸出现了。嗯。好，你坐吧。我不希望任何一个医贸的员工再出现任何意外。从今天开始，你外出见任何人要提前跟我报备，我会让张凯给你安排好司机，专门接送你上下班。不用了，易总。不要跟我争辩 ，OK？ 真的不用了，已经有人送我上班了。真的不用麻烦公司了。叶嘉诚。嗯。他很关心你，比我提前想到了这一点。连你都觉得他很关心我，是不是？所以我并没有理解错，对吗？那你希望我怎么回答你呢？是给你无边的希望，还是残忍的打击？还是两个都不要了。今天所有的安排帮我都cancel了，全都取消。对不起，我知道不该问的东西，我不应该开口的。